How are you guys doing？ 我是树哥。那我们这一次呢，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前阵子国门大开，就是你回来不用隔离嘛，0+7这个政策。那我自己就规划了去希腊自助旅行。那10月8号到13号这个时间，那实际上在希腊大概就是只有4天。那因为扣除10月8号跟10月13号这个搭飞机的行程，那所以我们这次会跟大家分享我这个行程规划及这个4天的旅程记录。那我们基本上会拆成不同集，啊，为大家说明跟介绍。好，那我们首先就赶快开始介绍我这个行程的规划。我们赶快开始看吧。好，那为什么会挑选希腊呢？其实希腊最主要第一个原因就是疫情，它目前在6月份开始就入境免隔离，再来就是说它也不用提供所谓的打疫苗的一个证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及很多人会挑选这个国家旅游的一部分原因。好，再来就是说很多的历史古文明、西方古文明，什么雅典娜、宙斯这种神话世界的来源，其实都来自希腊。这也是为什么挑选这个地方。那基本上我们在行程规划的部分，我是根据我自己的时间行程，那透过这个 Sky Scanner， 然后去挑选自己比较合适的时间跟时段还有价钱。那在决定好你要的机票之后，就会去航空公司的官网，那去购买你确定的行程的机票。好，那基本上呢，我去程的话，我是搭酷航，新加坡的酷航是联航，所以大概只要1万块左右。那在回程的时候就挑选了土耳其航空，那它就是时间比较短促，但是比较贵，大概3万块左右。那所以我这次总共行程规划加上一些杂项，有的没有加起来大概在5万8，快6万左右，这是我整个花费的部分。那再来就是我其实有满满的几乎4天，那我要去哪天啊？那这层部分可能第一部分就要看一下地图上有什么景点。那也就是说，你就是看一个地图上面不同景点，去有一个大方向的地理概念。那所以，首先我们会先看到地图上希腊最主要的几个有名的城市景点，那还有这个岛屿部分。那像第一个就是说，凯法利尼亚岛这个岛呢，就是有名的几个的特色就是蓝洞 （Blue Cave）、Blue Hole， 它还有彩虹村庄，就很多彩虹颜色的那种村庄建筑这样子，那是比较有名的。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说克里特岛，它是希腊的最大岛，那就城市的人口还有一些历史古文明遗迹，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那再来就是圣托里尼岛，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所谓的明信片，也就是这样的明信片。那这样明信片就是最常见希腊常见的一个景色的景点，大家都会想要去的一个地方，第一首选嘛。然后再来就是米克诺斯，那米克诺斯这个它有名的地方是白色建筑物，还有这个风车。那有兴趣很多人也会去这个地方。再来就是雅典 Athens， 那就是主要古迹卫城，那就是什么众多神殿、神庙所在地。好，那是雅典部分。还有就是卡兰巴卡，就是梅提欧拉天空之城，它就是高空悬崖旁边上来有其实很多修道院跟教堂，他们建在旁边。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联合公园 Linkin Park， 他们的专辑其中有一个叫美特拉。那基本上呢，联合公园的这张专辑《天空之城美特拉》，它其实就根据这个希腊梅提欧拉，它是一样子，然后去做一个专辑的延伸。据说是当年他们团体在做巡回表演的时候，在杂志上有看到就是希腊的景点就是梅提欧拉嘛，所以衍生出这个专辑来源跟构想的想法。那这个就是联合公园的部分。那这是题外话。好，基本上呢，那你看这么多地图上有好多的景点，那这么地方。那实际上我4个整天嘛，我能去选择其实真的不多。那所以我就挑了最有名的雅典很多古迹所在地。那再来就是圣托里尼岛最著名的明信片景点嘛，我觉得这2个岛其实就差不多了。那从雅典到圣托里尼岛，你坐飞机其实大概将近50分钟左右。那你如果是搭船的话，那你至少5个小时，坐快船的话5个小时跑不掉。那我们时间不多嘛，为了避免飞机有任何的意外，所以当然就选择第2天离行程第2天去坐这个飞机去圣托里尼岛，然后大概到第3天再回去。那基本上就是大概我行程规划就是第1天雅典，那第2天、第3天就是去圣托里尼岛玩一下，然后再回雅典。比如说第3天的下午，等第4天就有时间去逛这个雅典的一些景点的部分。好，那当你有一整个整体的规划，就是大城市要去哪些地方，
有个方向之后，那就是细节的景点安排了。那我第一天呢就下飞机，我就直接早上就从卫城。那因为我住的地方就住卫城，那所以我就马上网上找的时候，就是 Booking 他们找的是那种你早上 check in 之前你可以放你的行李。那所以我早上规划就是卫城这样行程逛这些古迹。那逛完之后中午吃个饭，然后下午就 check in 嘛。check in 完之后就去逛那个宙斯神庙啊，还有这个奥运这个运动场。那大概晚上接近傍晚时就去这个利卡维多这个山丘去看这个整个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夜景。这部分就是我第一天的规划。那基本上第二天跟第三天行程就是去圣托里尼岛。那在第二天行程，因为我挑的时段飞机这时段是7点，那这是比较好的时间。那这个时间你就一大早在4、5点就要坐 Uber 出门了，所以你也没有什么时间逛。所以一大早你出门之后坐飞机到那边7、8点，其实还蛮早的。那圣托里尼的话，你就是先逛费拉它主要景点，然后逛一逛，可以放个行李，然后差不多它是中午之后才 check in 嘛，所以早上你可以去参加，像我去参加这个是火山岛的行程。这些火山岛基本上就是2个小时左右，他就去火山岛走一走，那还可以下水去体验这个水中的火山温泉。再来就是结束之后，差不多就中午在1、2点左右，那刚好就是 check in 嘛，那我们就参完这行程就回去 check in， 那休息一下就出发去这明星最有名的这个夕阳去看这个夕阳结束的伊雅，去这个伊雅看这个夕阳。你这边伊雅结束之后就回我们费拉住宿嘛。那我们住宿的话是挑费拉，因为费拉是比较便宜。好，这大概是我们第2天整个的行程。隔天一大早那就是逛这个费拉，最主要是去逛一下，买下纪念品。那大概逛一逛时间差不多，那下午是2、3点就是坐飞机嘛。那差不多回到雅典大概4、5点差不多回去。那如果有时间，像我自己就是选择去希腊的考古博物馆，那附近走一走。那有兴趣的人可能进去逛一下这个考古博物馆，也是蛮有名的。好，那这个行程是大致上第3天的规划。那最后一天的话，我是安排去就是凯拉米克斯，是我住比较靠近凯拉米克斯那边可以去逛凯拉米克斯这个古墓群嘛，然后再来就是古雅典阿哥拉，再来就是罗马阿哥拉，还有一个就是哈德良的图书馆遗址。那再来就是下午差不多逛完就是中午嘛，那下午就可以去一个卫城博物馆。那卫城博物馆结束之后，大概4、5点就结束之后，就直接去机场，就是回家啦。好，这大概是我的行程的一个规划。好，今天就到这边。